各位朋友好，我是长工，今天继续讲故事。我们上一次讲到说，我们台湾10几个生态摄影师到浙江杭州参加他们的两岸鸟类摄影的研讨会，会后到婺源拍的白腿小隼然后又到了周边的太白李坑然后回到杭州我们在杭州待了2天，然后跟着郑光美博士他是中国科学院的，他带了一个团去上海崇明岛去参加一个研讨会，那我们就趁机跟着过去。我们是想看那边的黑皮，结果没看到，但是我们拍到了那个他们做环制作业玉衡科在海边抓玉衡科做细放这个作业非常的精彩。然后我们上次就讲到这里就结束了。当天呢，回到上海，从崇明岛回到上海，有人帮我们安排了一个演讲会。王老师主讲，王老师讲完以后我也去凑个数上台讲了一些。然后我主要就是分享一些那个影像片段比较有意思的，一小段一小段的那因为是临时性的，没有准备那我就用大家可以看到，在那个放映的机器是一个这么大这么厚的一个那个 Epson 的当时的储存档案资料的一个设备有一个名字我都忘记了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出去拍鸟的时候拍一拍，然后你把卡片插进去存到里面去然后再继续拍它的量其实是很小的，跟现在比起来根本就非常小不过以前档案也小嘛当时录影还是用 DV 带还不是用卡片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坐飞机到北京，我们目的地是秦皇岛。秦皇岛听起来很厉害很少去，这个很少有人去我们从北京到秦皇岛是包车是一辆那个私家车，那个车不是营业车但是大陆也很多这种，就是个人出来做生意的也没有不是合法的，但是因为这种人不少，所以它价钱也还好不会说太高，多少钱我忘记了，但是就是还可以接受就是了。那我记得从北京开快到秦皇岛的时候，那也要好几个小时那个车程好几个小时。快到的时候那个司机停下来，然后驾驶座的旁边拿了一个车牌，车牌还装在那个外壳里面，连着壳，就到后面去，很快就把后面的车牌给换过来，就换了一个车牌。我说怎么还要换个车牌这样省钱。所以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边是山东半岛，这里是辽东半岛大连在这里，秦皇岛在这边秦皇岛，北京在这里所以我们坐飞机到北京然后坐车过来到秦皇岛市。到秦皇岛以后，第一个拍鸟点就是这
这红色点这里就是董家口长城，就是这位老兄刘学忠先生带我们来到董家口长城。董家口村是长城下的一个小村落，想必也是当时修长城的军人或民夫的后裔。小村子宁静自在、淳朴。妇人们坐在长城口闲话家常，感觉很新鲜，又有点奢侈。这位当街宰羊，就像我们杀鸡一样，小生意还是有人在做。他们看我们，比我们看他们还新鲜吧。出发，上长城去。从村子口走上去还有一段不算短的路，几位村民帮我们扛设备，自然是要给小费的。长城很古朴，是明代名将戚继光上书修筑的，是蓟镇长城的重要关塞之一，护卫着天下第一关山海关，是山海关的北翼要塞。堡垒内的松鼠很是吸睛，这炮架在这里也算是适得其所了。对面的山壁上有一对黑鹳在筑巢，这就是我们来的目的。黑鹳本来就少见，再加上长城，而且是很少人去的长城，那吸引力更是爆表了。小半天的拍摄时间，只见到一只黑鹳，它的伴侣大概觅食去了吧。董家口，长城这边完了以后呢，这个板场峪长城，这里刚好他那时候也是一个景区，正在建设，还没有完成啊。我们从这里完了以后到这里来。板场峪长城景区当时正在整建中，景区的大门刚刚搭了起来。负责人许国华先生是一个传奇人物，在鸟友刘先生的引介之下，来到了他长城脚下的老家。许先生眉宇间有些深沉，他是戚继光义乌兵的后裔，当时来访也是临时安排，根本不了解一些历史背景，否则一定好好访问他一下。园区占地33平方公里，内有15公里长的长城，包括明早期长城、明晚期长城、北期长城3部分。园区内明长城砖窑遗址是国家级保护文物。板场峪长城主要用石头
和青砖砌成。430年前，义乌兵千里迢迢来到燕山戍边守长城。430年后，他们的后裔参与修复长城。这是2002年建成的长城文化展馆，当时尚未有展物。这应该是许家的新居。利用地形也修了一座寺庙——菩萨寺。板场峪长城与董家口长城一样，都是由明代大将戚继光主持修建的，而戚继光的主干又是以义乌兵为主，许多著名的明长城也都是出自于他们之手。这些都是修复前的景象。由于年代久远，有许多地方坍塌严重。2014及2017年，许先生主持了2次长城修复工程。哇，这个厉害了，车子可以开过长城。别担心，这只是长城修复时的暂时措施。修复工程都是按照旧材料、旧工艺来修建，力求修旧如旧。如果是在第1期修复工程完成后开放景区，那也是在我游历过的10年后，真是荣幸，与有荣焉。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别忘了订阅一下，给我打打气，谢谢，下次见。